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的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1季第21集。美国春田镇是个人人都有故事的小镇。老谋子还记得自己搬来这里的原因，是因为这里的邮政编码显示是胸部。这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的人，有富人，有穷人，但他们都会去光顾老谋子酒吧。这里很热闹，是人们放松的乐园。作为此地的老板兼酒保，老谋子知道每个人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有问题，特别是已婚的。比如作为圣经传送者的牧师，他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玩具火车上，而将性感的老婆抛之脑后。又比如快意买超市的老板阿普，他嫌弃车上放的歌不好听，换了一张碟盘后，直接将孩子们都吓哭了。这样的行为让他妻子很不满，于是两人就阿普的兴趣爱好吵了起来，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。再比如最后所要谈到的这家人，他们之间存在问题比前两家似乎更加严重。首先出场是新妈，她是一位身材不错、长相姣好的贤妻良母。洗过澡后走下楼去和家人看电视，因为母亲节将近，所以电视上小丑节目也是关于母亲这一主题。不过煽情不是主要目的，笑是借此来宣传一下他的阿可一日游，鼓励爸爸们带着孩子一起游玩，以减轻妈妈们整天面对孩子的负担。在看了阿可对于景点介绍之后，新妈建议亲爸带着孩子们一起去，趁这个机会，孩子和父亲能够好好培养感情，而他则可以利用母亲节完成搁置已久的事情。辛爸询问是否清理排水沟，辛妈颇为无奈，那明明就是他该做的事。闻此，辛爸又开始装傻充愣，说让大家一起看动画片。播放结束之后，辛妈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。不过最终辛爸还是带着孩子们去一日游了。临走时，小新询问爸爸知不知道辛妈偷了很久的事是什么。辛爸表示自己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在他看来，女人的话都是没有逻辑的。辛小妹听不下去了，她觉得爸爸对待妻子的态度很有问题。不料这句话也被他归为了莫名其妙。镇上的爸爸和孩子都基本参加了一日游，辛爸甚至将小新都带上了。安顿好孩子之后，三个已婚男人来到甲板上吹海风。此时，一个邮差带来了一封加急信件，刚好就是寄给他们三个的。付出了邮差落水、信件打湿的代价，这封信才终于抵达他们的手中。打开一看，是老谋子写的信件。大体内容说的是，他将永远离开春田镇，而他们三个人中有一个人的老婆会跟他一起走。别人的关注点都在老婆要跟人跑了，辛爸关心是老谋子要走了，因为诀别的话很难说出口。老谋子还贴心的选择了中文，再见，永远。阅读完信件之后，男人们开始猜测到底是谁的老婆跟老谋子跑了。为消除这个疑问，阿布决定马上给老婆打个电话，不料手机没电又没信号，牧师也没有打通电话。辛爸倒是打通了，但信号不好，只听得到断断续续的声音。拼凑起来的话，让辛爸以为老婆要跟自己分手，一气之下就把手机扔进了海里。猛地听见辛巴还在叫自己，辛巴又拿起杆子发短信给他，然后手机就沉了。于是辛巴又生气把杆子也扔了。那本来是拿来勾住码头的。到达小岛之后，小新马上就找到了乐子，那就是将阿普的孩子们都关进废弃的监狱。见他一直吓唬下孩子们，辛小梅虽然很无奈，不过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。监狱外，三个父亲在认真的思考，到底是谁家的后院失火了。牧师表示，那人绝对不会是自己，因为他和妻子上周才开始拼一个新的拼图，才刚刚拼完了一边。辛爸也觉得那个人不会是自己，还说他和辛妈甚至都不吵架了。不料阿普却说，当一个女人安静且满足，就意味着她的男人要失去她了。他让辛爸好好回想一下之前的事，好家伙，这一回想直接到了婴儿时期。再来一次，辛爸回忆起辛妈的妈妈生日那天，他闪身到老谋子面前，希望他能够将自己灌醉，好暂时不恨丈母娘一家。但老谋子拒绝了，他今天只提供无酒精啤酒。辛爸当场就不高兴了，没有酒简直就是人间炼狱。而且辛妈特地为他请的朋友还是弗兰德，就是为了不让辛爸搞砸这次生日宴会。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那时辛爸正在喝啤酒，辛妈两位姐姐又对他阴阳怪气，说他是穿着大象腿裤子的胖子，还让辛巴帮他们两个拍照。虽然极度不愿意，但辛巴还是照办了。没想到接连几张他们都不满意，要么就是没笑，要么就牙缝里有东西，或者是闭眼了，或者是穿反衣服。但他们并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反而将一切责任都推到辛巴身上。于是装了一晚上孙子的辛巴终于爆发了。这一幕刚好被前来的辛妈看见了，她十分生气，还将愤怒牵在了自己手中的东西上。此时辛巴还处在回忆的呆滞阶段，然后就被小新趁机顺走了些钱。爸爸不能陪他们，于是兄妹俩就自己跑去玩了。看这样子，娱乐设施好像不太安全。另一边，辛巴已经回忆结束，想起辛妈那最后的愤怒表情，他觉得那个后院失火的人铁定是自己无疑了。牧师安慰他，也不一定就是你，也有可能是阿普。突然被 Q 到，阿普忙矢口否认，不可能，我的婚姻坚不可摧，我的老婆绝不会像我骗她一样骗我。牧师感觉好像听到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于是就询问了是否有那么一次，他的老婆在老谋子毛茸茸的臂弯里求得了安慰。仔细的回想了一下，阿普记得确实
有那么一次，那天雨很大，他们全家人都被淋湿了，于是就来到老谋子酒吧，想用这里的卫生间换个衣服。因为假期被毁，夫妻俩都有些火大，两人在老谋子酒吧就小吵了一下。好不容易回到了家，阿布的妻子清点了孩子们的人数，谁知道竟然少了一个，然后两个人就这个问题又吵了起来。接着阿布就收到老谋子的信息，这孩子确实丢在了酒吧。就在阿布正想谁去接孩子的时候，妻子已经开着车去接了，临走时还不忘讽刺他一下。阿布说他妻子几个小时后就回来了，身上有股啤酒和烟弹的味道，不过其他事情他也不是很清楚了。可巧的是，辛巴知道那天情况，因为阿布妻子去酒吧的时候，他刚好在。那时阿布家被落下的孩子正在看老谋子用水枪滋辛巴。不一会儿，阿布的妻子就来了，他很感谢老谋子照顾自己的孩子。老谋子感觉出他的心情有些不好，于是又带他去体验了一把酒吧里的跳舞毯。紧接着，这三人就愉快地玩了起来。正当辛巴呆呆看着他们的时候，辛妈找了过来，他要辛巴回家准备他妈妈的生日会，然后就揪他的耳朵离开了。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辛巴也不知道了。两人都讲过之后，就轮到牧师杜伦的轰鸣声将他带回了那段回忆。那天正好是做礼拜的日子，牧师看着争吵不休的辛巴和辛妈，不禁对妻子说：“我真高兴，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吵过。”妻子却高兴不起来。是啊，因为吵架还得先有互相的交流。牧师当时也不高兴了，认为妻子是在没事找事儿。这时，牧师精神导师出现了，他觉得他们的感情有了大麻烦，牧师却不以为然，他为自己和妻子就像亚当和夏娃。导师告诉他，根本就不是他所想的那么回事儿。比如现在，他妻子看起来是很开心，但是用拇指盖住他嘴后，就能清楚地看到他发怒的眼眸；如果遮住眼睛，就能看到他在咬牙切齿。这下也不由得牧师不相信了。之后，他的妻子心情也没有好转，他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堂。这时，老谋子进来找牧师，他说自己要释放一些郁结于心的东西，具体说来就是要聊一些坊间八卦。牧师的妻子一听，瞬间就来了兴趣，于是将老谋子说来听听。他说有一个已婚女子让他心潮澎湃，而且她丈夫没有意识到她有多么心烦意乱。牧师的妻子马上燃起了八卦之心：“我认识她吗？你当然认识。”接着两人就笑了起来。他们的谈话刚好被路过的阿普听到了，他还看到牧师的妻子将手放在老谋子膝盖上。会议结束，辛小妹来找爸爸将身上的马弄下去，不过见老爸神情呆呆的，他又离开了。总算挨到了回家的时候，辛巴让奥托务必将他们送回家。真相即将揭晓，三个男人心里都有些忐忑。首先到的是辛普森家，透过玻璃窗往里看，辛巴似乎在收拾东西。辛巴连忙冲回了家，希望能够阻止妻子，但走近一看，才发现那只是油画家。辛巴正在给他的妈妈画肖像，辛巴还有点不敢相信：“你不会离开我了？”辛妈告诉他，他的妈妈和他解释过了，在配对上发生的事情不是辛巴的错，是他两个姐姐太尖酸刻薄。外婆也开口说道：“他们总是那么邪恶，但还是因为自己怀着他们的时候老抽烟吧。”将他们彼此相拥在一起，剩下两个男人就不安起来。下一站就是牧师的家，他怀着无比复杂心情走回了家，一进卧室就看到两个收拾好的行李箱，床上还有2张去伊斯坦布尔的车票。这时妻子走了进来，他说自己的确要走了，而牧师的任务就是把家里的防盗器开好，然后去出租车上与自己会合。牧师有些不敢相信妻子是和自己离开的，直到他拿出车票说这是最浪漫的火车之后，牧师才知道这真的是妻子为自己订的。于是两人冰释前嫌，相拥在一起。眼见两个男人的妻子还在，阿普的心情无疑是坏到了极点。回到家后，果然看到妻子和老谋子在一起。妻子对阿普说，老谋子来劝他做一些从未想过的事，也就是和阿普在一起。阿普吓了一跳，所以你不会为了他离开我？妻子哈哈大笑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又不想。老谋子当即就不高兴了，我还在这儿呢。阿普的妻子深情款款对他说，我们的婚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，但真正有价值的事从来不容易，只要你在身边就有温暖。看他们拥抱在一起，老谋子很高兴大家都是大团圆的结局。阿普质问他为什么要写那份威胁信，老谋子说，当他看到他们的婚姻是如此的风雨飘摇时，他就知道自己得快速出击。他先找到了辛妈的妈妈，去找辛妈，又说服了牧师的妻子和牧师来场浪漫之旅，最后找到阿普的妻子来开导他。写那封信就是用来警示这3个男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善待自己的妻子。老谋子对于他们这种行为很生气，因为他到现在还只有一个仿真娃娃，而他也离他而去了。明白了这一切之后，辛巴都不知道该亲老谋子还是该打了，于是他双料齐下，手嘴并用。最后是来自老谋子的忠告，别把你爱的女人当作理所当然。毫无疑问，这其中也包括你们的母亲。所谓3年之痛，7年之痒，老夫老妻之间同样存在着许多情感问题，也许是每天重复磨灭对方的激情，也许是柴米油盐让生活变得平淡，日子久了，仿佛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，彼此的付出好像也没有那么可贵，于是矛盾丛生，却没有人愿意解决，双方都憋着千言万语，却只是沉默。就像辛巴一行人，他们明知道自己惹了妻子不快，但谁也没有主动沟通。若是没有老谋子从中斡旋，小的问题引发大的冲突，最后也只能闹得不欢而散。其实感情的维持
持并不困难，只是将心比心，多多沟通。既然彼此都有那么多的爱，就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